那我想停下来，听一下，林安友教授对这个问题啊，包括就是经济对政治的影响等等，有哪些看法？So 刚才汤表给我们一个非常精彩的也全面的一个报告和分析，而且是非常客观，所以我很高兴跟他一起教这门网站上的课，而且要感谢大家的这个 poll 的回答，你们的 poll 的回答是非常有意思的。是没有一个人好像是投票认为中国的经济会继续增长，很快速度的继续增长，这个是非常非常 remarkable，非常客观。呃，反正西方西方的经济学家也提出另外一个道理，这个所谓的经济的 maturation，经济的成熟化。就是说，一个比较贫困的经济的制度，有可能如果有各种各样的有利的条件的话，它有可能很快发展到某一个程度，所谓的 middle income 啊，中层收入程度，right？他中们等收入，中等，也嗯中等收入程度的话，按经济学的一个逻辑的话，你一到这个程度以后，你不能，你必然要这个在最好的情况之下，你还必然要把经济的程度的速度下降。为什么？因为这个以前有很多潜在的经济的这个因素，你可以来利用来剥削他们。你比方说劳力的低价，你可以来利用他们，或者这个农民，你比方说，如果我们要谈这个毛时代后的中国的经济的话，毛时代的农民的所谓的呃所谓的生产热情不高，因为他们是集体的经济的一个制度，之所以说一个人他如果他用更多的力量去生产的话，他自己不能享受那个利润，之所以毛时代的经济体制是压下个人的生产的热情、生产的那个努力，你一打开这个限制、这个局限，让农民也好，让这个原来是小型的企业家也好，所谓的乡镇企业，或者所谓的这个个体户，让他们为自己而奋斗，为自己的经济努力、经济的利益而奋斗的话，他们的生产热情非常非常高。这样的话，你可以从一个非常低的一个程度，比较快爬上到这个中层。但后来的话，你没有那么多的潜在的生产力，你后来要再搞一份的话，百分之一的话，你要找到一些别的嗯生产销路，你要嗯加那个要用，或者是用更好的管理方法，或者是用更好的技术，或者是教一个方法。所以，所有的历史上所有的这个所谓的成熟的经济制度，他们的生产，他们的经济growth level，它要下降到，比方说到现在美国的2%多少，或者3%，中国现在也是按照国家按照政府的统计是3.3%，好像这个我们可以说按照经济的逻辑，经济学的逻辑是比较
expected 比较正常一个情况。何况中国面临各种像那个动态清零的话，像这个跟美国的新冷战的话，像一些问题。那么汤彪让我讲4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已经开始讲，就是说，这个中国的经济奇迹，西方经济学家怎么理解？我刚才谈到一个因素，就是说这个农民和小型企业家的潜在的生产的热情。第二，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说，因为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就是说1979年中国和美国建立正常的国与国的关系以后，美国把它的市场打开，让中国出口很多的产品到美国和西方的国家，包括欧洲，包括全球。这样的话，中国可以很快发展它的出口的经济。按照刚才汤彪说的这个低人权的优势，或者低价高效的劳动力，不光是低价，我们呢也要承认中国人的这个生产的高效，中国人的刚才汤彪也提到的勤劳的，或者是传统，或者是他们的这个精神，而且他们的工作的高质量。那么，所以赵紫阳当时的赵紫阳总理，他可以搞一个所谓的两头在外的一个政策，就是说中国会进口一些生产的这个材料、原材料，包括一些零部件，用中国人的劳动把这个最后的产品。生产后来把它出口，这样的话，你进口一些原材料和零件，下面加一些劳动力，后来出口，这个叫做两头在外。这个政策是因为西方把它的市场打开就可以实现。第三，应该说是中国的经济官僚。很聪明。中国我们也要承认，中国有一些非常的聪。不知道20大之后，习近平的总理和他的这个经济官僚，他们是不是那么？我们还待着看他们是不是那么好。但是过去的话，80、90年代，包括这个世纪的。一直到现在，中国的技术官僚，你比方说他们管理这个外汇储备的话，或者是这个贿赂的话，都是到现在为止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政策。他们比起西方的技术官僚不是第二，他们应该是平等的一个能力。但现在的话，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因素都应该说是面临挑战或者是下降，包括农民的热情，企业家，特别是企业家的热情。现在企业家他们不是有小型的、中型的、大型的企业，私人的企业，他们现在都怕政府的政策，我是不是可能会伤害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的热情也是下降。这个劳力价钱也是上涨。同时西方的市场是局部的关闭，因为新冷战的因素。OK， 汤彪让我谈的第二个问题是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因为西方社会科学有一个比较大家都认同的一个理论，
这个理论是说，一个国家越经济发展的话，他的这个人民越会要求政府的民主化，经济越生长，政治应该越民主化。这个道理是什么道理？一个道理是说，经济越发展，人民越有个人的财产。你比方说房子也好，那个车也好，那个能够派这个年轻一代去国外学习，付学费也好，能够旅游，国外旅游，国内国外旅游等等之类。我们有自己的财产，一个人有自己的，或者一家有自己的财产的话，他越要有一定的权利限制政府。他要自己的说话，发言权，要投票权，要发言自由，要一定的自己的能力，能够限制政府的，因为否然的话，怕政府可能会拿去他的财权。这个是第一个道理。第二个道理是说，一个经济越发展的话，人口文化程度也高，而且中国也是这样，它往后它大大的扩展它的高教的体制，有更多的大学，有更多的大学生，有更多的毕业生，所以原来就是说，这个1949年的中国有很多文盲，现在文盲差不多没有了。之所以中国人现在我没有统计，汤哥你可能知道这个统计，但是我不知道多少什么比例的中国人现在有高校的毕业的这个程度，应该是。应该比90年代之前要高很多。我没有看高很多，到数据，可能是但是20%、当时是30%，对。而且这个高中毕业的大概是非常高的一个程度。之所以你越有教育的话，你越了解政治，越对于政治有意见，越要发言等等。第三个道理是说，原来住在农村的中国人，就是说1949年农村的中国人大概是90%，现在应该是我也没有这个准确的，但是应该30%左右。就是说，很多人已经搬到城市，你搬到城市，你跟很多别的人的这个关系也更这个密切，你知道更多。第四个第四个理由是说，你的一个经济越发展的话，意识形态和文化也成为更多的这个全球化，就是说价值观有变化。福山在1990多少年发表过一本书，叫做《The End of History》历史的终结。他的意思是说，这个苏联垮台之后，就证明，现代化的人民要民主。为什么要民主？最基本的理由是他们要自尊 （respect），他们要政府这个尊严他们。所以这个道理，是一个西方的政治学、社会学一个比较强的一个理论，但是中国到现在为止没有这样，为什么？我写过一个文章叫做《The Puzzle of the Chinese Middle Class》，中国中产阶层的谜。为什么因为中国已经产生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 middle class，
中产阶层或者中产阶级。中国国内不用阶级这个提法，因为阶级如果要讲阶级，你也要讲阶级斗争。但是中国按照习近平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形态，中国还没有什么阶级斗争，所以它只有阶层。社会主义阶段有阶层，但是没有阶级。反正现在中国的中产阶层应该说是30万到40万，我们没有非常可靠的统计，但是就是说很多人。这一批人为什么没有更这个有力的要求民主，要求中国的民主化？应该有这么几个理由，一个是说他们还是少数，因为40万在中国40万的人就是少数，还有很多这个劳动阶层和农民所以这个中产阶层是比较有特权，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有特权。第二个理由是他们的一个非常新的一个阶级，所以他们还没有发展一个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意识。第三，他们怕如果政权被动摇的话，可能有乱，他们怕乱，因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是稳定，他们也要稳定，因为他们有个人的财产，不要乱。第四是政府的爱国主义的宣传是非常有效。第五是政府的抑制机制，就是说，你如果有极少数人要求真正的民主化的话，政府很快逮捕他们，像滕彪这样。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它导致的结果，一个就是这个阶层固化，就中国的这个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这个上层跟中层下层这种阶层的跃迁或者阶层的流动越来越少，越来越固化。像我个人的经历在。90年代上大学的时候，在那之前有很多有非常大的比例的农民家庭，非常贫困的家庭他们通过高考考上大学，然后就是改变自己的地位。但是在之后2000年之后，就越来越难90年代末之后，就是从农村从穷人家庭没有背景的家庭考上大学，然后找到好工作，这种情况就越来越难。我们看到躺平像这个就是官二代、红二代、富二代等等拼爹这些说法也都是这个阶层固化的一种体现。那就是相对剥夺感，就是虽然绝大多数人他们都在这个改革开放当中这个经济地位得以改善，但是那些特权阶层他们从改革开放当中得到的利益更多，要远远的这个多于普通人。那这也就是一个相对被剥夺感和这种不公正、不公平的感觉，它也会影响民众对政治的态度。那当然还有政绩合法性，这个我们下次课会专门讨论中国的这个政治合法性的问题，然后有贫富悬殊的问题。所以这个陈子明很早就有这样的论述的，改革曾经是反对专政左派的利器，现在却成为专政右派攫取暴利的工具。这也就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的问题。那中国的改革开放它还有另外一些后果，比如说市场逻辑在中国的推广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深刻也非常普遍的效果它表面上来看。
只是一个常识，但实际上，这种市场逻辑取代了过去的那种政治挂帅的逻辑，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这种过去的政治挂帅的逻辑，它极大的促进了民众的觉醒，促进了就是公民意识的发展。而且呢，就是按照很多学者包括就是茨基伟香港大学的教授，他写过一本书叫《中国的民主》，那他也特别强调就是市场经济这种对平等民情，他用的就是托克维尔借用托克维尔的这样的概念，就社会条件的平等就是叫equality of conditions 那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它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推动了民情的平等、社会条件的平等，以及就是自由化的发展，在一定限度内中国的这个知识界、思想界自由化的发展。然后呢，就是对中国的公民社会的推动，对社会结构，就是社会平等结构的促进等等，还有这个资源动员也就是说民众有了更多的资源去，比如说去维权去发展自己的空间等等，包括NGO 等等这些民间组织的发展。这是就是经济和政治关系的一些理论，我就略过刚才李安友教授已经讲到，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均收入到了一定程度，它越有可能走向民主。反过来在这个人均收入高到了一定程度，它从民主走向威权、走向集权的这种可能性就非常非常低，就越来越低。嗯嗯，实际上在2008年左右，就有一批学者，包括陈子明，包括吴国光、陈永苗、王俊秀等等，他们编书，他们写一些文章来讨论改革开放是不是已经终结。在习近平上台之后，我们又看到了更多这样的讨论。也就是很多人怀疑，越来越多的人怀疑，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可能已经结束了。比如说，国进民退，当然国进民退，是在胡锦涛时代就已经出现。习近平修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他把权力集中在个人手里，就是废除了过去的9龙治水、7龙治水，而是他变成了一人独裁大搞个人崇拜，而在意识形态上有越来越多的向毛主义的倒退，包括在民营企业、在律师事务所设立党支部，加强对媒体的审查、对新闻的管控。然后对律师、对异议人士、维权人士进行大规模抓捕，包括驱逐外媒、驱逐一些西方的传教士，包括境外 NGO 也纷纷的离开中国对英语学习的限制，对出国的限制等等，包括这个贸易战不管主动还是被动的这种经济的脱钩。战狼外交在国际上中国越来越就是抛弃了过去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的战略越来越具有挑衅性。还有这个动态清零有很多人说这是中国在进行闭关锁国的试验等等进行那我也经常说中共它并不是在真正的为了防疫，而是利用防疫这样一个绝佳的机会去建立一个防疫集权体制。那所有这些都似乎在表明改革开放已经终结。在很多人看来，文革改革和民主化的关系是这样，就是说，文革在1976年结束，然后呢，这个抓捕四人帮，文革被颠覆，然后出现了改革。那改革它始终不仅仅有经济的改革，也有行政、法律和政治的改革。这种改革它必然就会
促进中国的民主啊，必然就或者说自然的会过渡到民主，这是很多人善良的想象。但是这种图示是对改革和文革和民主关系的一个很大程度的一个误解。那我画了这样一个图，就是说，文革它为改革提供了很多条件，包括人口，包括教育，包括一些基础设施等等。就文革和改革，他们是有当然有断裂啊，有这个拨乱反正啊，有这个抓捕四人帮，有意识形态的一些大的这个变化等等。当然从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等等，这都是文革和改革的一种断裂吧。但是在更大的程度上，文革和改革是连续的啊。文革为改革提供了条件，同时呢，文革也或者说整个毛时代也为改革提供了就是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如果不改革的话，共产党就没有办法去继续他的统治。这是，而且呢，在改革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倒退，有很多人担心文革重来二次文革啊等等，包括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这也是一个极大的倒退。包括现在习近平时代啊，在一定程度上，在一些领域里边，正在回到文革，比如说个人崇拜，这是邓小平废除个人终身制之后，基本上消失了。这个在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基本消失的东西，那在习近平又把它死灰复燃。这是就是文革就是改革开放，它也会倒退到文革。如果按照习近平过去10年的这种统治思路，这种做法，它会进一步的倒退向文革啊。那这是那么改革和民主化的关系，它并不是说像很多人善良期待的那样，包括西方的政策制定者所期待的那样，改革会创造一个非常有活力的要求民主的中产阶级，然后呢，中国会逐渐的创造就是中国的公民社会力量会越来越强，然后自然会走向民主。那并不是这样。虽然改革在一些方面为中国的民主化创造了条件，我刚才提到的这种平等的民情啊，市场的逻辑，公民社会的发展，公民意识、法律意识的提高等等啊，这都是为民主化提供了一些基础、一些有利的条件。但是呢，改革开放这40多年，它也让中国共产党加强了自己的管控啊，包括利用高科技来建立和强化一个全权监控啊全面监控体系。包括就是习近平过去10年的种种倒行逆施，都是在对这个自由民主思想的压制，对公民社会的清洗等等，这都是在阻碍民主化的发展，或者说是在颠覆过去走向自由民主的那些民间力量。那这也就是说，改革它有它的上限和下限啊。上限呢，就是这种经济的发展公民社会的发展，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后果啊，或者说叫unintended consequences，就是非意图的后果。那共产党他当然想要的是绩效的合法性，想要的是统治的稳固，想要的是这些官员发大财等等，但是呢，它自然就会导致自由化的某种程度的发展。那这种自由化的发展，它让共产党感受到了危机，他不想要这种自由思想、宪政思想的发展去威胁他的统治。那这是改革的上限，他绝对不想要一个宪政民主体制。
那当改革的某种后果、某种力量、某种效果会有利于民主化，会对共产党的一党制造成威胁的时候，改革就会停止。那这是它的上限，但是改革也有它的下限，也就是说在文革结束之后。共产党面临巨大的危机，如果他不进行改革开放的话，按照毛时代那种阶级斗争的做法，按照文化大革命的做法，那共产党的统治也没有办法持续。这就是改革的下限，也就是说，习近平他绝对不会走向民主宪政，但是呢，他又不想要回到计划经济、回到阶级斗争那样一个使共产党的统治处于危机的状态。所以这是改革的下限，也就是说，改革完全清零也是不可能的啊，因为习近平他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共产党的统治的持续。那这是我刚才讲的，就改革开放的效果，包括这个经济的发展，然后官员的腐败。那官员的腐败也就意味着这些官员他对共产党制度的支持，对这样对这是对共产党有利的，然后呢改革开放它也大大的改善了中共的国际环境包括这个接触政策等等。那西方对中国的投资、做生意，然后中国加入 WTO 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有利于中共政权的。那腐败呢？在一定程度上也在腐蚀中共政权的合法性。虽然官员他有寻租的机会，他在支持这个体制，但是腐败导致民众的巨大的不满那这个是对中共政权不利的。但是像刚才所说的，改革的另外一个深刻的效果就是自由化的发展、公民社会、维权运动的发展，这些东西，它会朝向这个自由民主，那也就是对中共政权形成一个根本的威胁。所以当自由化的发展它非常弱的时候，它和其他的改革的这些效果相比，并不特别明显的时候，那中共可以既得到政权的稳固，又得到经济的发展。但是当经济发展的这个效果，就是它的这个推动自由的这个效果在越来越快、越来越迅速、越来越明显的时候，那共产党就面临一个两难，也就是说改革本身会威胁共产党的统治。所以这是在我看来共产党的统治悖论。